三星这次全新折叠萤幕智慧型手机 Galaxy Z Fold 6推出之后，虽然外形跟规格上都有些提升，但亮点并没有太多。不过三星这几年的重点都放在软体的提升上，尤其是今年特别强调 AI 功能，所以这次在生成式 AI 的进展非常的大。其中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涂鸦转图像，还有人像转图像的功能。这集就实测这两个有趣又实用的功能分享给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星最新的 AI 功能——涂鸦转图像，还有人像转图像。这两个功能都跟绘画有关系。第一个顾名思义，就是直接把你随手的涂鸦转成大师之作；另外一个就是把你所拍摄的人像转为有艺术风格的誓言绘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实测分享给大家看看效果咯。不知道大家对于绘图有没有很擅长？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是绘图苦手，尤其是要怎么把素描上了漂亮的颜色，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的时候，这是更是痛苦啊。不过现在有了三星涂鸦转图像的功能，即使你跟我一样都是小学绘画课被当的程度啊，都可以瞬间有自信心，也能创作出有创意的作品。这功能呢，你只要打开三星最经典的软体 Samsung Notes 就可以开始玩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画画。例如啊，我先画一颗苹果之后，接着点选 Galaxy AI 图示，选择涂鸦转图像，并圈选要改造的区域，选择画风之后按下生成就可以了。画风非常多样，包含水彩画、插画、涂鸦、普普艺术，还有 3D 卡漫风，都可以玩玩试试。接下来生成后啊，因为它是利用云端运算，所以根据网络速度，还有伺服器有没有人在排队啊，它都需要有一阵子的等待。不过最后出来的作品真的会让人很惊艳哦！没想到简单的涂鸦居然可以变出那么可爱的图像哦！每个画风都会提供几组图像让大家去选择，选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增加到笔记之中，让笔记更丰富有趣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存下来。在新增到笔记之后，就有储存图像的选项，日后就有手绘素材可以使用。不过因为是 AI 生成的，左下角就会出现小小的 AI 生成内容这个字样的浮水印。如果觉得很碍眼，可以直接用橡皮擦把它涂掉哦。只画苹果实在太简单了，所以我接下来示范复杂一点，直接画了长得像人的自画像，看看最后生成出什么哦。那直接选插画风格。居然可以辨识出，我画的是人而且连领带、公事包都有辨识出来。每个生成风格的画作都非常有味道。最后来一个更复杂的，也就是素描的自画像，看看结果会如何。我只能说生成出来的画作应该是我这一辈子都画不出来的东西。不得不再说一次哦，每个风格产生出来的画作都超级好看。而且在测试中其实我很明白的发现其实真的还是要认真画，而且真的要把它画好一点。AI 它其实会把你线条修得更好看，但原本就跟我一样画得很有艺术感、歪七扭八的线条，就会一样有艺术感所以也没有办法变出更拟真的感觉哦。那涂鸦转图像这个功能还能在照片中使用，所以就用刚刚生成看起来像老大的这张图来做示范。点开照片之后呢，按下左下角有一个涂鸦转图像的选项，就可以开始画。对了，那一开始的画笔颜色它是预设成白色的所以呢，我建议可以依照不同的背景颜色选择较明显的画笔会比较好画。接着我们就开始画，我画的就是要一只鸟站在这个肩膀上。那到底 AI 有没有办法知道我的想法呢？按下去之后呢，没想到生成出来的结果跟我的想法几乎一样，只能说太神奇了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啦。还是要依照你的绘画是不是可以被辨识的程度而定哦。三星这次新推出的 AI 功能中，还有一个有趣又实用的誓言绘功能。当你拍下人像照片之后，就可以利用 AI 的功能，把人像变成各种风格的图像。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在项目中点选要调整的照片，按下 Galaxy AI 功能之后，只要照片右下角有出现人像棚拍功能，就可以使用。生成前你可以选择卡漫风、3D 卡漫风、水彩风，还有涂鸦。同样每个风格都会生成几张照片让你挑选。底下让大家看一下各种风格的样貌。
我个人还蛮喜欢水彩风格的，不晓得大家喜欢哪一种？这功能是基于能够辨识清楚人像，才能进行人像棚拍功能。也就是说，下载的照片有可能也可以进行调整哦。所以我从网站上下载解析度并没有太高的照片测试，结果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接着公仔也可以吗？所以我请到了火拳艾斯来帮忙一下。测试之后也没有问题，所生成的照片也很有趣，根本变成迪士尼风格的王子。最后来测试一下侧脸的时候 AI 功能能不能启动呢？我们先测试30度左右的侧脸，这样的状况底下是可以用人像棚拍功能的，但是 3D 卡曼风出来的居然变回正面，但其他风格会维持侧脸的角度。接着我们测试45度左右，这个同样也可以进行人像棚拍，但同样的是 3D 卡曼风还是给出了正面，到底是怎样？不过其他风格一样啦，还是维持侧脸，而且相较于 3D 卡曼风啊，这个侧脸的其他风格呢，跟照片是比较相像的。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60度，看能不能辨识得出来呢？就发现，这个没有办法启动 AI 人像棚拍功能啊。这个我觉得原因应该是没有清楚拍摄到另外一只眼睛，所以让这个功能没有办法顺利启用。整体来说，这2个 AI 功能真的很实用，不止趣味，还兼顾实用性。例如说，我们在笔记的时候，常常会直接画张图来去做示意，那画出来的图往往就是鬼画符，所以这时候有涂鸦转图像的功能就会非常好用，让笔记呢会变得更好看。而誓言会功能呢，可以让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大头贴可以更有趣。对于想要经常换不同风格的大头贴的朋友呢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功能。但是为什么它要命名为人像棚拍功能呢？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以上就是这次三星推出的2个特别的 AI 功能，当然还有其他强大的 AI 功能，大家不妨可以到各大门市体验看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节目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